同样是扣下扳机，为什么有些游戏能让你上头不已，而有些却如隔靴搔痒，毫无爽感？打击感到底是啥？为什么我们总是吐槽打击感差？而打击感这一难题的答案就藏在研发工作室中。今天开始，开发者幕后系列将带你跟随远光84的开发团队，走进这些前沿技术，揭开游戏背后的设计。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内容可能彻底改变你的认知。要理解打击感，我们必须从一个震惊的事实开始：你以为的一枪击中，其实是错觉。一个由17个系统在0.1秒内完美协作所制造的错觉。打击感对于一款射击游戏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它其实就是在武器开火到子弹命中对玩家的一个正反馈，比如说有视觉啊，有听觉啊，甚至有的游戏来说会做触觉上的一些正反馈，这个实时反馈了玩家每一次造成的伤害。这0.1秒的错觉，正是打击感设计的黄金法则。人类大脑处理视觉信息需要13到80毫秒，处理听觉信息需要20到40毫秒。如果反馈没有被精准设计，玩家就会立即感到不对劲。这么说吧，你拿锤子敲钉子，如果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咚的一声，那你肯定觉得这锤子有问题。游戏也一样，哪怕就是几十毫秒的延迟，玩家立马就会吐槽手感很肉很拖沓。但是要把打击感做得分毫不差，远比想象中复杂。为解决这个问题，制作组设计了一套3维感官系统，即包括通过视觉特效创造感官冲击，运用逻辑层强化空间认知，交互界面则可以引导注意力焦点。第一维度是视觉特效的感官强化。人类的大脑会对所见所闻做出适应性脑补，比如在特效上，我们会用更多的一些新的元素。举个例子来说，打护盾的时候用的是闪电的元素啊，让大家感觉打到这个护盾上会有这种电流的感觉。比如打雪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明亮分层，比如在击倒的那一刻，它可能是由亮到暗这种对比感，这让玩家感受到一些爽感。而这个击杀特效更加精妙，核心爆点快速爆发，短时间夸张形变，配合软雾气缓慢扩散，精准表达出人对生命消逝的本能认知。爆发效果的时长特别讲究，少于0.5秒，玩家觉得就这；超过了2秒，注意力却又跑了。这些视觉效果其实都是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它不能够太短，也不能够太长，因为太长的话，玩家的注意就可能会被这个效果完全带走；太短的话，玩家就可能注意不到这个时长。所以我们可能会尽量的调多版，去调到适应的时长效果。第二个维度是空间逻辑。基于视觉冲击的基础上，团队开发了方向性反馈系统。击中头部时，血雾向上喷射；侧面攻击时，血雾则朝向攻击方向。这不是模拟真实物理，而是强化大脑的因果确信。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子弹命中敌方的时候，都有一个每一枪的一个命中反馈。因为我们是一个长 TTK 游戏，所以我们希望在连续命中的时候，让玩家有足够的爽感。更精妙的是距离补偿算法。远距离射击时，正常血雾效果因距离会显得非常小，玩家会怀疑是否击中了。而距离补偿算法则会用一条神奇的曲线演算，距离越远，效果越夸张。可以说，物理学不存在了。在我们游戏中，实际上是能够看到，但我们也不希望你，比如说命中500米的距离的敌人也能够看到。比如说200米左右，我们会有一条曲线，然后去放大对应的命中特效，它的最大的缩放的大小可能是2倍，根据距离来缩放的。听着很离谱，但这样不论玩家多远，都能立刻知道我打中了。第3个维度是交互界面。有了视觉冲击和空间逻辑，团队面临最后一个挑战：如何让伤害数字不仅传递信息，并成为满足感的来源。制作组希望伤害是直观的，是所见即所得的，能够在毫秒间传递足够的信息。其实我们有血条，我们血条上有很多的动效，然后包括我们还做了飘字，飘字能够让人感觉到你真正的命中到了它的要害部位，比如说头部啊，比如说护甲，比如说血量，它都是有一定的描圆规则的。比如说打到头部，或者说打到一些对应的特殊的要害部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让它变成黄色。剩下的对于打到护甲来说，护甲的描边就是它的护甲等级。
然后对于打到曲的话，它可能就是个红色的秒边。这种认知是带反射性的，而且带有正反馈作用。说起正反馈，连杀图标的反馈就更强了。远光84放弃了短期连杀的奖励，而关注在了累积性的成就感。从1杀到6杀，通过光效和动效创造成就感，让玩家永远处于巅峰状态。6杀图标的动效比1杀强3倍多。在长 TTK 的游戏中，你命中的子弹枪数会比短 TTK 游戏更多。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这些同时发生的很多特效不乱，同时发生很多音效也不乱。所以特效上我们可以做时长，让这样在一个时长上有一定残留，但音效上可能就要从逻辑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视效是打击感的形，那么音效就是它的魂。在远光84的录音棚，设计师反复研究着如何将打击感、敌我判定、战术判断和情绪节奏融为一体。我觉得声音在游戏中很重要，就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 BR 类型的游戏来说，它其实玩家可以完全通过声音去定位到敌方的一个方位以及大概的一个位置。声音不仅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要让你感受到我成就了什么。成就感分3层级：狩猎感、征服感、统治感。第一层狩猎感，击中。子弹击中血肉的声音，需要能够激发出人类原始的狩猎满足感。像击中肉体的音效得有那种精准命中的快感。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我们枪械所有的音频质感都是偏写实类，所以在频段这一块会比较满。那如果连发枪在命中敌方的时候，可能会盖住命中反馈的音效。所以就是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为每把枪都定制了一套不同的压线曲线，让玩家在命中敌方的时候可以对枪械的频段进行一个压线处理。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更好的凸显出每把枪命中敌人的一个命中反馈感觉。第2层征服感，碎甲。护盾破碎音效采用了明亮的玻璃破碎声，配合低频元素铺垫的方式，这种组合保留了碎甲时的冲击感，从而强化心理上的快感。我们把它列为一个优先级比较高的一个命中反馈去设计的，就是对于玩家特别是在混战的过程当中，更亮的频段对于玩家的心理暗示会更强烈一点，所以我们就加入了一些玻璃碎裂的材质以及一些合成类的一些元素去做一些铺垫。然后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玩家在混战的过程中，连续命中敌方的时候，心理上获得一个愉悦的感觉以及爽感。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声音去带给玩家一个，就是我还想要继续去猎杀他的一个心理上的暗示。听到“噗”的声音，说明你命中身体，击倒了敌人；而当“砰”的低频轰鸣撞进耳膜时，恭喜，这击爆头击倒，正通过音效向你宣告征服感的强烈释放。第3层统治感，击杀。这是谢帕德音阶，是创造永恒满足感的声学技术。叠加的3组不同8度音阶，可以创造出无限上升的听觉体验，让玩家每次击杀的感受都推动向更高层次的攀升，永远不达到顶点，也永远不衰减。这个音阶之前在敦刻尔克这个电影里面也有采用到，用谢帕德音阶是为了制造一种紧张的氛围感，因为它这个音阶可以给玩家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预示着这个音程是无限往上升的一个音感。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音阶告诉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无限的去击杀敌方，从而产生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感。但问题来了，各种音效在激烈战斗中同时爆发，会怎么样？答案是灾难性感官过载。连续音效叠加让大脑混乱，糖吃多了吃不出甜味，过多的声音也会让听感紊乱甚至麻木。团队解决方案是冷却机制，射速较快的枪械持续命中目标时，命中音效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叠加播放，这样就会导致听感杂乱无章。加入了特殊的冷却机制后，确保了听感的清晰度与节奏感。
难点的话，其实我们一局游戏的话，大概有60个人，所以如果这几十个人声音，包括枪声啊、技能音效啊、脚步声，同时一起触发的话，那这个时候局内的声音会特别的混乱。所以我们加入了很多的一些动态混音上的设计，就比如说我们加入了 listener call 以及 emit call， 根据那个敌方的开枪的角度的不同，以及EP 玩家的朝向的不同，我们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声音的滤波处理。EP 玩家视野之外的声音，我们降低了它的一些优先级以及发生数以及那个音量，确保了 EP 玩家有限的视野范围内的那些声音是足够清晰的。追求完美打击感的过程中，远光84的优化从未停止。从最初看似简单的问题，到复杂的感官设计，再到精密技术实现。当技术能如此精确地优化人类听觉感官体验时，远光84要做的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精益求精。希望玩家更多更好地体验我们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打击感，希望有更多的反馈，这样我们才能在更多的细节上去打磨这些打击感。最后，感谢各位烛光者对远光84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也诚挚地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暑期测试，并给予我们宝贵的建议。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